当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通常会学会保持沉默。大家都说沉默默默的如今，它是岁月缓缓降临的结果，使人远离烦扰，享受宁静的生活。然而，在沉默的表面下，隐藏着无尽的无奈和痛苦，心中满是酸甜苦辣，情感的百川汇聚。人进入中年，常常保持寡言的状态。或许这是许多中年人的常态，他们慢慢的看清了别人，也明了了自己，对一切都看得淡了，不再言辞。他们不说话，但也无需如此。沉默是一种不言自明、不解释、不争辩、不炫耀的态度。中年人的沉默是一种泰然处之的体悟，他们让一切逐渐变得平凡，无论是自己的成就还是过失，过去或未来，尽管努力，都能问心无愧。他们不必解释太多，因为解释越多，反而容易令人误解。相比之下，他们选择将一切留给时间，让自然的力量回归到本源。此外，他们也不与人争论，无论对错、起落，赢了又如何？不争是让一切顺其自然，将竞争留给别人，让他们自鸣得意，而中年人则默默的欣然接受。成绩不需要争论，他们会自己闪耀；是非和过失则留待后人评判，不管你如何说，都不算数。实际上，很少有人会记住你，这才是最现实的。沉默是内心的宁静，让自己自在，无需过分关心他人的看法。沉默的人内心宁静，即使身处喧嚣之地，他们的内心也能保持平静，能够洞察周围人的情绪、心情以及匆忙背后的原因。只有在安静的时刻，一个人才能真正洞察他人，理解他人的举止背后的原因。因为他们看清了他人，所以不会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。如果总是过于在意别人的反应，最终只会让自己情绪低落，因为迎合他人而失去自我。人到中年，生命已经过去了一半，放弃过多的关注他人，为自己而活，这才是明智的选择。一生都活在他人阴影之下，才是人生的悲哀。沉默是一种态度，在无声的世界中，也能以心灵交流。沉默是金，通常代表一个人在默默的抗议，进行不声不响的抵抗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并不是通过大声抗议或破坏来表达不满，而是通过静坐，静静地坐下来，让他人感到不安。然而，中年人的沉默也是一种态度，不全是反抗，而是一种默默等待，等待一个能够理解自己、能够真心交流的人。这种知己关系使彼此之间能够心有灵犀，不言而喻。真正了解你的人，会以心灵对话的方式互相交流，产生淡淡的共鸣。沉默的人看似成熟，但其实是在变老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，沉默的人似乎已经成熟，调整了心态，看透了一切，但事实上，他们也在变老。时光不会等人，不要自欺欺人，以为还年轻，可以为所欲为。年轻时总是充满激情，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，充满信心。哪怕摔倒了，也会不断站起来，坚持自己的勇气。然而，人到了中年，情况就不同了，必须接受老去，必须面对年龄的问题。很多事情，即使努力了，也不一定会成功，也许你的努力只是白费力气。你的梦想最终会被生活的琐事掩盖。你可能会感到身体不如以前那么健康，不再像春天般充满活力。然而，沉默的人心中依然怀有热情，只是需要克制。中年人保持内心的热情，甚至是狂热，但他们已经学会克制自己，不再喜怒形于色，不再夸张。他们的表情总是淡然，有时带着微笑，有时皱着眉头，有时宁静如水。但这些表情都短暂而淡定，不会持续太久。他们能够克制自己，适应生活的多变。
用沉默来回应各种言语，用宁静来对待喧嚣。他们内心有一座坚强的山，不会轻易受外部的波动影响；内心有一片宽广的海，不会畏惧人生的起伏。他们在沉默中找到了一种安宁，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宁静乡村，都能保持坚韧。有时，沉默的人内心涌动着澎湃的情感，但他们努力克制着，不愿表露。在中年时，人们经历了各种悲欢离合，深刻感受到生活的不易。人到中年，生活从未轻松过，也没有时间休息。有老有小，工作繁忙，或许还负债累累，无法轻松放松。总是说着等过了这一段时间就能够好好休息，但实际上一段时间接着一段时间，总是不断忙碌。何时才是休息的时候呢？没有人能够告诉你答案。在中年时，人们也会流泪，有时候情不自禁，泪水落下。在默默中，也会想起生活的苦楚，但不轻易言辞。流下的泪水往往隐藏在心底，而非表现在脸上。在一定年龄，人们不愿轻易流泪，必须坚强，不给自己找寻软弱的借口。沉默的人不急于探讨爱情，学会更好地疼爱自己。曾经以为当遇到心爱之人，应该大胆表白，坚决说出来。对于不合适的人，也应该坚决拒绝，可以轻松分手。但是中年时的爱情并不如此简单，夫妻之间往往是相互包容，即使包容，也会共度一生。如果感觉不到爱情的甜蜜，那就自己好好爱自己。少年夫妻老来伴，不需要过多言说。不要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人，回首过去，每次相遇都是如梦如幻，但激情过后，最终还是平淡，被生活的琐事冲刷。人生中有太多事情无法自主掌控，包括爱情。总结而言，沉默是一种智慧，是一种内在的强大。在中年时，它成为了一种有力的表达方式，也是对自己最好的关心。正如萨迪所说，话不投机，最好沉默。人到中年，沉默不再是一种软弱，而是一种坚韧。在沉默的时光里，人们聆听内心的声音，感受生命的深度。